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医学博士石原节史所著的《摄入过多的水分会引发疾病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摄入过多的水分会导致疾病；第二，如何排除水毒以恢复健康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摄入过多的水分会导致疾病？许多人认为多喝水对健康有益，有的人每天会喝2升水，有的人为了减肥还会喝更多的水。而且西方医学从大约30年前开始，就倡导通过频繁补水来使血液保持流动性，其目的是为了预防血管内的血块形成，避免血栓病。血栓病会导致心肌梗塞和脑梗塞，是非常危险的疾病。许多人认为通过大量饮水可以稀释血液，使其更加流畅，从而预防血栓的形成。然而，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？遗憾的是，饮水并不能有效预防血栓。如果这种方法有效的话，过去30年里血栓病的发病率应该下降才对。但实际上，血栓病的发病率却在持续上升。当我们摄入水分时，水分会通过胃肠道被吸收到血液中，这时候血液中的水分确实会暂时增加。然而，人体具有自我调节的机制，会保持血液中的水分含量在一个恒定的水平。当血液中的水分过多时，多余的水分会通过人体的尿液排出，但血栓的形成材料，如红细胞、血小板、胆固醇、中性脂肪和纤维蛋白，则不会随着尿液排出。因此，单纯增加饮水量并不能预防血栓。相反，过量饮水不仅对健康无益，还可能引发水毒，导致各种不适和疾病。那么，水毒是什么呢？许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。水毒是指过量摄入水分对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。大家想一想就会发现，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。适量的雨水对大地有益，但过量降雨会引发洪水。植物需要浇水，但浇过多的水会使其根部腐烂。人类也是一样，我们在高湿度的天气里会感到不适。如果强行在人体内摄入大量水分，而身体实际上并不需要，那么产生不适感是必然的。我们的身体始终试图将体内的水分维持在约60%的水平。如果摄入过多的水分，不能及时排出体外，就会在体内积累，引发各种问题。水是继空气之后，人体生存所必需的东西。饮水固然重要，但只需摄入身体真正需要的量即可。如果身体并不感到口渴，却强迫自己喝大量的水，例如为了减肥而大量饮水，结果可能会导致水分不能有效的排出，积聚在体内，引发体寒等各种不适症状。体寒意味着体温下降，这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，因为白细胞的工作效率会降低，同时肠和肾等内脏功能也会减弱，结果就是免疫力下降、水肿、内脏负担增加，最终可能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。因此，认为水喝得越多越好，或者多喝水就能更健康的说法是一个错误的认识。为了避免体内积累多余的水分，通过适量的劳动、运动和洗澡等，利用出汗和排尿来排出水分是很重要的。要避免过度补充因为出汗和排尿失去的水分，只摄取身体真正需要的水分。水分的进出平衡一旦被打破，就会引发水毒。我们每天摄入的水分不仅来自饮料，还包括食物中的水分。每天我们摄入的总水分量大约在2100到2600毫升之间。假设每天摄入的水分是2600毫升，其中饮料包括水、茶、果汁等约占1500毫升，食物中的水分约占800毫升，食物中的糖、脂肪和蛋白质在体内代谢后产生的水约300毫升。另一方面，每天排出的水分也大约是2100到2600毫升之间。假设每天排出的水分是2600毫升，其中尿液约占1500毫升，皮肤蒸发约占600毫升，呼气约占400毫升，粪便约占100毫升。这样一来，水分的摄入和排出量
就保持了平衡。尽管如此，许多人为了预防血栓而喝过多的水，但实际上多余的水分会很快通过尿液排出，不能有效地预防血栓。其他多喝水的理由还有，比如听说喝水少的话，皮肤会干燥，尤其是在女性之间的对话中，经常听见这种说法。我们经常用水嫩、水灵灵这种词汇来形容年轻美丽的样子。水被视为年轻和美丽的象征，但是喝更多的水真的能让皮肤保持水润吗？总结来说，适量的水分摄入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，但过量饮水并不会带来更多好处，反而可能导致水毒，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。合理控制水分摄入，保持进出平衡，才是维护健康的关键。实际上，年轻人的体内水分含量较高，成人体内的总水分量约占体重的60%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一比例会降至体重的50%左右。相比之下，拥有柔嫩肌肤的婴儿体内水分占体重的70%。体内水分的含量随年龄减少的原因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细胞吸收水分的能力会逐渐下降。当细胞吸收水分的能力下降时，就会出现水分不足，进而引发衰老，皮肤自然也会变得干燥。因此，人们试图通过多喝水来向细胞输送足够的水分，以保持皮肤的水润。然而，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认为多喝水就能让细胞变得水润是个错误的认识。成人体内总水分量约占体重的60%，其中2/3，也就是40%的水分存在于60万亿个细胞内的细胞内液中，剩下的1/3，也就是20%的水分存在于细胞外的细胞外液中。年轻人细胞的水润主要是因为细胞内液的水分较多，即使大量饮水，但如果细胞吸收水分的能力较弱，无法将水分充盈至细胞内液中，水分就会积聚在细胞外液中。这种情况下，无论喝多少水，细胞也不会变得水润。实际上，水毒是指细胞内液中的水分不足，而细胞外液中的水分过多的状态。正如前文所述，水分的摄入并不是越多越好，适量饮水是保持健康的关键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如何排除水毒以恢复健康。要想清除体内的水毒，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？当然，不摄入过多的水分是很重要的，但还有一点同样重要，那就是确保摄入的水分能够进入细胞内。所谓的水毒，是指细胞内液中水分不足，而细胞外液中水分过剩的状态。让我们举几个细胞外液中积水导致水毒的例子。如果水分积聚在细胞间质中，可能会导致浮肿等症状；如果积聚在血液中，可能会导致高血压；如果积聚在胃中，可能会引起恶心；如果积聚在肠道中，可能会导致腹泻；如果积聚在肺泡中，可能会导致喘息；如果细胞内水分不足，喉咙会变得更干，水毒会进一步恶化。因此，要建立一个确保细胞内水分充足的健康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。那么，如何才能确保细胞内水分充足呢？总的来说，要保持血液循环良好、体温适宜的状态下饮水，这样血液中的温暖水分更容易进入细胞内。建立良好的运动、洗澡、按摩等习惯非常重要，可以改善血液的循环。另外，通过摄入含有保持细胞水分的粘液成分的食物，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。含有大量粘液成分的食材包括纳豆、秋葵、山药、鳗鱼、海藻等。这些食材有助于将水分输送到细胞内部，保持细胞的水润，对维持年轻有着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应该积极地将这些粘液类食物纳入日常的饮食中。此外，中药中的五苓散是由5种药材组成的，其中4种具有利尿作用和将细胞外液输送到细胞内的作用，对缓解水毒的症状非常有用。综上所述，要将水分送到细胞内有3种方法。方法1，通过运动、洗浴、按摩等方式改善血液循环，保持体温。方法2，日常摄入富含粘液的食物，
方法3，通过中药五苓散的利尿作用，将细胞外液输送到细胞内。最后，我们也要探讨一下，采用什么样的饮用方法和饮品才不容易导致水毒的产生。喝水的方式很重要，首先要注意的是喝温水，避免让身体变冷。另一个关键点是在出汗或排尿后再补充水分。通常我们吸气后就会呼气，进食后会排便和排汗等。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先进食再排泄是正常的，但事实上，人体的正常功能是通过先排泄来维持的。排便和分泌的过程是通过放松身体、促进副交感神经的活动来实现的。在排便和排汗时，我们通常会感到身心愉悦，尤其是在洗澡、桑拿或运动后出汗时。然而，如果过多的进食而排泄不足，就会导致恶心和腹泻等不适感。排便后再进食会使食物更美味，而在出汗或排尿后补充水分，也会觉得水更好喝。因此，理想的饮水方式应该符合以下2点：首先是能够温暖身体的饮水，其次是能够促进尿液和汗液排出的饮水。事实上，有一种饮料同时符合这2点，那就是红茶。如果您认为自己有水毒或担心这方面的问题，不妨尝试将红茶纳入日常饮食中。除了红茶之外，其他温暖身体、具有利尿效果的饮品还包括焙茶、番茶、乌龙茶、苹果胡萝卜汁、香草茶等。相反，也有一些饮品会让身体变冷，比如纯净水、绿茶、麦茶、咖啡、凉茶、牛奶、啤酒等。然而，绿茶和咖啡中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抗氧化成分。如果您喜欢这些饮品，并且每天都喝的话，作者建议您可以稍做一下调整。例如，在绿茶中添加1点梅干或天然盐，或者在咖啡中加入一些肉桂粉，都可以帮助身体保持温暖。尽管这些都是小细节，但饮水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，积少成多。小小的改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。希望今天的视频内容对你会有所启发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